当思念飞过夜空。师傅，小师叔的魂灯亮了！师傅，小师叔的魂灯亮了！胡说八道！你小师叔都死了100多年了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不信您去看看。魂灯重燃，小师弟真的还活着吗？总算是走出来了，这鬼地方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进去了。小子，莫要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如今我修为已废，此地距离玄清宗少说也有10万8千里，该怎么回去呢？算了，我还是先睡上一觉再说吧。师弟，真的是你啊！快醒醒，我是印度董师兄。小师叔，您快醒醒！董师兄，你终于来了。师弟，真的是你吗？这么多年让我找的好苦啊！是我师兄，你轻点，疼啊！小师弟，你的修为呢？小命还在，就是成了废人。不说这些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拜见诸位师兄师姐。小师弟，100多年过去了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唉，这事儿说来话长，不好讲。咱们有的是时间，慢慢讲吧。那一日，我们进入了天渊，虽死里逃生，但由于秘术反噬，一身修为尽毁，灵根也断了。小师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等不得不查一查你的身体状况。明白，查吧。难道是我等多虑了？董师兄，我记得150年前，你带着我偷了何师姐精心培育多年的百灵果。许师兄，你当初背着嫂子藏着的上万块银子，现在输光了吗？王师兄，上次你和我说东夷宫的仙子们甚是美丽，比起嫂子好看无数倍，这事嫂子知道吗？西门师兄，你上次欠我3700块上品灵石，该还了吧？师弟，别说了。师兄，我可以确定这就是小师弟没错。是，千真万确，肯定是师弟无疑。小师叔，您身体怎么样了？小师叔，这么多年过去，真没想到您还活着。小师叔，我师父说让我有空多照顾您，您要是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吩咐。不用，我就出来随便走走。这位就是传说这天玄宗100年前的第一天骄吧？我还以为多了不起，原来是个连灵气都没有的凡人。赵峰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师父常说，小师叔当年是何等的精才绝业，是宗门多少弟子所仰慕之人。不过今日一见，你是萧师兄的2弟子，他大弟子是谁来着？大师兄叫萧平寒，3年前已经突破元婴期了，现在正在外历练。挺好。赵师弟，你别找事，那是小师叔。哼，师叔，一个废人也配？这小崽子找打。现在的小孩子已经这么不懂事了吗？你还笑得出来？不笑还能怎么办？打一架，我这小身板，他一根手指头就能把我捅穿。出去溜达了。饿不饿？我让厨房做了几个你以前爱吃的菜。师兄，我说了不用。你要是再说那些废人浪费之类的屁话，我就把你灌。当年你偷我灵果的时候，可没见你客气过。这些年宗门收了不少好苗子，附近几个小宗门也并过来了，
灵脉扩张了3条。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现在跟你说。师兄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吞吞吐吐了？是关于你和岳灵溪续的婚约。岳灵溪，这4个字有多少年没听到了？当年入门之前就定了婚约，2家是世交，约定等我们都突破元婴期，便择日成婚。还没等到那一天，我就进了天外天。岳千秋来信了，不是岳前辈，是凤华宫。说什么？说想商议婚约的事。商议什么？退婚呗。师兄，这事我心里有数。我现在一身修为全废，连个筑基期的弟子都不如，换作是谁也不会让自家闺女嫁一个废人。没什么可是，婚约是2家长辈定的，又不是灵溪自己的主意。她修炼到现在不容易，别因为我毁了人家前途。她现在修为到什么境界了？元婴后期。挺好。你还喜欢他？跟喜不喜欢没关系。那你刚才发什么呆？我在想，如果当年我没有进天外天，现在大概已经跟他成亲了吧？100多年了，很多事都不一样了。楚洛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是有妻子的人。那不一样，你跟我那算什么成亲？口说为是，天道为证，哪里不算了？你答应过我的。行行行，算。赵长老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萧宗主太客气了，此番前来是奉公主之命，商议楚洛公子与我宫灵溪的婚约之事。小师叔，凤华宫来人了，岳灵溪也来了。茶烧好了，喝一杯再走。小师叔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怎么还有心思喝茶？小师叔，您真的不去看看？他要是想见我，自己会来；他要是不想见我，我也没必要凑上去。萧宗主，这桩婚约当年是双方长辈所定，如今楚洛公子遭逢大难，修为全废，楚家二老又早已仙逝，这婚约继续下去，恐怕对双方都不合适。赵长老，这件事我想亲自跟楚洛说。灵溪，公主说了，此事由我全权处理。我知道，但婚约毕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总该见一面。也好，秦九，去把小师叔请来。是。赵长老，楚公子久违了。上次见你还是在天外天出征之前，一晃100余年，没想到你还活着，都是托大家的福。今日我们前来是要重新商议一下你与灵溪间的婚约一事。行，我同意退婚。楚公子深明大义，赵某佩服。这是当年2家签订的婚约，只需楚公子在上面抹去灵印，此约便自行作废。赵长老，我连灵力都没有了，怎么给你抹？这
当年刻这道灵印的时候，我意气风发，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定了。这纸我留着回去糊窗户，正好差一块。楚洛，按照规矩，这2枚乾元丹作为退婚一方给予的补偿，虽不能恢复修为，但至少能让你的身子骨好上一些。这东西我不需要。楚公子，赵长老有所不知，我现在是凡人体质，吃这种丹药搞不好会中毒。你要是真有心补偿，不如给我200斤精米和1只老母鸡。我说真的，米要东海郡产的那种，力大饱满的；母鸡最好是散养的，炖汤比较香。既然婚约已了，赵某就不多叨扰了。灵犀，走吧。楚洛，你多保重。挺好。才没有拿去糊窗户。事情办完了？办完了。痛快吗？痛快。那你凭什么收着那张破纸？那是我留着记账的，他们欠我1只老母鸡没给。楚洛，你跟我说实话。实话就是我饿了。你要是敢对不起我，我就算拼着魂飞魄散也要跟你没完。知道了，夫人。大概是风太大了。听说了吗？凤华宫来人退婚了，跟楚洛想试试。唉，也难怪，修为全废，灵根尽断，换谁家都不愿意把闺女嫁过来。早该退了吧，一个废人还想攀凤华宫？赵峰，你别太过分！师兄，别冲动。你打算就这么过一辈子，每天晒太阳，等死？先让我歇几天。从天外天走出来的那100多年，我连觉都没睡好。楚洛，你的灵根虽然断了，但并非不可修复。天外天里有一部功法叫九转混元诀，我教给你，你照着练，可以重塑灵根。你之前怎么不说？你之前每天就想着睡觉，我说了你也不听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九转混元诀只是打基础的功法，能帮你重塑灵根，但过程极其痛苦。普通修士需要3到5年才能完成第1转，而且你的丹田经脉尽毁，就算修成第1转，短期内也只能恢复到炼气期的水平。炼气期？我50年前就已经是元婴制了，现在要我从炼气期重新开始。憋死我了。你堂堂天玄宗小师叔，就住这种地方？知足吧，总比在天外天里面啃石头强。相公，我们现在可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，你说今晚要不要？停！我现在是凡人之躯，你这一身灵压靠过来，我骨头都得碎。你少拿这个借口糊弄我，我控制得住。你控制得住，我控制不住。睡觉。楚洛，你欠我的婚事，早晚得还。还，我一定还。等修为恢复了再说吧。灵根断了，丹田碎了，经脉也枯了。现在的我，连普通弟子都不如。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在院子里躺了7天，骨头都快长毛了。我打算去宗门里转转。转什么转？你修为都没了，出去被人看笑话。天玄宗是我师门，这么多师兄给我撑腰，谁敢笑话我？
你心可真大。以前御剑飞一拳也就斩茶功夫，现在2条腿走路，倒是有点力不从心。出剑时肩膀端得太高，腕力不够用蛮劲儿去补。拆开看，每一招都有模有样，连起来打却全是破绽。要是搁在150年前，我早就冲上去一个一个纠正。可现在连一把剑都拎不稳。那不是小师叔吗？150年的修行，一夜回到起点，再走一遍，不知道要多少年。行，什么时候开始？今晚子时，灵气最浓的时候，我来帮你打通3处堵塞的经脉。不过过程会有些……有些什么？有些疼。多疼？大概是你在天外天里被银角蚁群撕咬的3倍疼。你要是怕了，可以不修。谁说我怕了？那就好。对了，这只是第1转，9转混元诀一共9转，每一转的痛苦都是上一转的2倍。祝你好运。第1转，银角蚁群的3倍；第2转再翻1倍；第3转再翻1倍；第9转768倍。我是不是答应的太快了？师兄，我想从药库里支几味药材。要什么？赤血藤、冰蚕草、紫旋花、石心莲，这几味药材单看不算什么，但组合在一起是一副打通经脉的药浴方子。小师弟，你这方子一个朋友给的。药材我让人去取，不过赤血藤的年份越高越好，咱们库里的不知道够不够用。还有石心莲，这东西产自北境，宗门库存不多，最多允你3朵，够用了。师弟，你是不是找到了什么恢复修为的法子？那是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会露出来的笑容。师兄，东西我先拿走了，改天请你喝酒。快到子时了。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进去吧。前3息有点痒。堵塞的经脉正在被药力冲击，忍住，不能晕过去。一旦中断，前功尽弃。明明痛得浑身发抖，却还是要逞强。第1处经脉已通，还有2处。再忍一忍，第2处经脉马上也疏通了。一时不能断，撑住。最后1处。通了。疼吗？不疼。骗鬼！我骗你干嘛？而且你本来就是鬼。楚洛，你再说一次！我说你是仙女。
Check this out. Okay.东海郡的谜。行吧，今晚炖鸡汤。右边那根柴抽掉半截。你还会做饭？我活了多少年了，做饭算什么？关于他的来历和过去，能不提就不提。问多了，要么岔开话题，要么直接装睡。鲜，确实是散养的老母鸡。好喝不？好喝。谁送的？不知道。猜一猜嘛。没什么好猜的，不管是谁送的，鸡和米又不会因为猜对了就多出来一份。哼，东海郡的米，散养的母鸡，条件开得那么具体，整个异世殿的人都听见了，能送的人没几个。经脉虽然通了，但内壁粗糙，灵气流经时阻力太大，效果微乎其微。小师叔，我师父让我给您带的。碧云春，你师父舍得拿这酒出来？师父说，您要是再不喝，他就改送茶叶了。味道是真好，可惜现在是凡人体质，灵酿的药性吸收不了，跟喝普通黄酒差不了太多。小师叔，有件事不知当不当讲？讲。赵峰在到处说您的闲话，什么废人攀高枝，什么天骄变废物，措辞难听得很。小师叔，你多大了？弟子今年37。什么修为？筑基后期。赵峰呢？金丹初期。秦九，你急什么？他骂我2句，我又不掉肉。倒是你，筑基后期卡了多久了？快2年了。2年？你师父怎么教你的？筑基冲金丹，最关键的是灵台清明。你整天替别人操心，心思全散了，不卡才怪。回去好好修炼，少管那些有的没的。我虽然修为废了，但好歹还活着，没到需要你替我出头的地步。弟子记住了。准备好了，开始。别急，先感受灵气的路线，记住它的走向。就像往一个破了底的桶里倒水。残魂状态，灵力有限，已经到极限了。今晚先到这里。再给我1炷香的时间。1炷香。成了。我感觉到了一丝微不足道的真气，安静地盘踞在丹田深处，像一颗种子，埋在废墟里的种子。别高兴太早，九转混元诀第1转需要凝聚360缕真气，你现在才1缕，按这个速度，第1转最快也要半年。半年就半年，在天外天里啃了100多年的石头都熬过来了，半年算什么？半个月7缕真气，炼气1层需要36缕，还差29缕。你的悟性确实不差。我要是悟性差，150年前就不叫天骄了。得意什么？你现在连人家宗门里扫地的杂役弟子都打不过。
事实如此，少说为妙。左臂经脉有暗伤，之前疏通时没发现，费时费力，但好歹通了。不是秦九，秦九走路没声。楚洛，我师傅让我来请你，明天有客人到。什么客人？乘风阁的人。你这是在干嘛？煮药膳养生？赵师侄，你师傅的话带到了就行，别的不用多问。师侄？你叫谁师侄？我是你师傅的师弟，你是你师傅的弟子，这辈分不用我教你算了。按辈分，他确实是师叔，但让我管一个废人叫师叔。辈分是辈分，实力是实力。天玄宗不养闲人，您老住在这里，吃宗门的，喝宗门的，也该为宗门做点什么吧？我为宗门做的事，比你吃过的饭还多。你回去翻翻宗室，天玄宗的护山大阵是谁布的？宗门里1半以上的丹方是谁改良的？就连你腰上挂的那柄令箭的锻造法，最早也是从我的练习笔记里传下来的。那都是以前的事了，现在我确实什么都做不了。所以赵师侄，你也别跟我计较，一个废人能吃多少粮食？一天3碗饭，偶尔加根鸡腿，天玄宗还不至于养不起。明天辰时，议事殿，别迟到。这小崽子，我迟早收拾他。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收拾不了他。我说的是以后。乘风阁，这名字有点耳熟。北京的一个2流门派，100多年前还只是个小门小户，这些年大概发展起来了。他们来天玄宗干嘛？你去了不就知道了？萧宗主，这件事我们乘风阁考虑了很久。天鹤山那片灵脉100多年前是我们2家共同开发的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。如今灵脉复苏，品质比当年还高了3成。我们想重新启用合作协议，各占1半。150年前所谓合作开发，不过是天元宗让出2成与乘风阁换他们帮忙维护，现在张嘴就要1半。周阁主，当年的协议我记得很清楚，乘风阁分得2成，而非5成。萧宗主，此一时彼一时嘛。当年我们乘风阁实力不济，2成已经感恩泰德。但这些年我们也在发展，阁中弟子过万，元婴期修士有3位，跟贵宗的差距已经小了很多，5-5分成不过分吧？这人脑子有病吧？这位是？这是我师弟楚洛。楚洛，天玄宗100年前的第1天骄，修为全废。原来是楚公子，久仰大名。周阁主，天鹤山灵脉当年的协议我参与过起草，里面有一条附案，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？什么附案？协议第9条，若合作期间任何一方实力发生重大变化，另一方有权按比例调整分成，但调整幅度不得超过原分成的5成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们实力翻了10倍，最多也只能从2成涨到3成，5-5开。协议里写不出这个数。楚公子记性不错，但那份协议是150年前签的，纸都黄了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规矩是死的没错，但白纸黑字的东西，撕毁之前总得掂量掂量后果。楚公子说的有道理，是我莽撞了。不过嘛，这件事咱们可以再商量，不急不急。今天先到这里，改日再议。这种小门派也敢来我们天玄宗撒野，没那么简单。乘风阁这些年扩张的厉害，背后有人撑腰。小师弟，你怎么看？乘风阁自己没胆子来找天玄宗的麻烦，他们今天来是替别人探路。周明海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看他身后那个瘦高个，
那个人气息不纯，金丹中期的修为笛子里掺着一股阴寒之气，不是乘风阁的路。阴寒之气，北境用这种功法的只有幽冥谷。幽冥谷想用乘风阁当刀试试我们的态度，天玄宗退让，他们就监禁；天玄宗硬气，他们就当没这回事。反正出面的是乘风阁，丢脸也丢不到幽冥谷头上。师弟看事还是这么透，这种手段150年前就有人玩过，换汤不换药。萧师兄，天鹤山灵脉不能让，让了一步，后面还有10步在等着你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萧师兄，你那个二徒弟刚才在殿上说小门派也敢来撒野，这话传出去对天玄宗没好处。不管乘风阁背后站着谁，明面上他们是来谈合作的，咱们要是摆出一副看不起人的姿态，传到其他宗门耳朵里，会说天玄宗仗势欺人。你故意的吧？什么故意的？最后那句话明着是替宗门着想，实际是在萧长平面前拆赵峰的台。你这人嘴上说不计较，背地里一个都不放过。我这叫教育晚辈。这东海郡的精米确实不错，昨晚耗了不少神魂力量，这丫头怕是还在补觉。九转混元诀虽然霸道，终归是重塑根基的野路子，我需要些平和的导引术，把真气理顺。小师叔，150年前，老夫还在外门挑水，那时候您可是风云人物啊。现在我就是个来翻书的闲人，哪一层我能进？宗主交代过，阁内9层，您随意。不过您现在这身子骨，爬个3、5层，估计就到头了。高处的灵压，凡人扛不住。多谢提醒。这些东西，当年在我眼里跟废纸没什么区别。可现在，我需要从这些最基础的功法里拆解出最原始的灵气运行逻辑。大道至简，这条路得从头走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小师叔吗？赵峰，这小子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小师叔放着后山的轻浮不想，好来这儿钻研炼气期的入门功夫。这书我8岁就不看了，您要是真想练，不如去求求我师傅，说不定能赏您几颗延寿丹，好歹能多活几年。赵师侄，剑练的怎么样？金丹已成，假以时日，便能追上大师兄的脚步。金丹成不成，看的是命；剑练的好不好，看的是手。你虎口有茧，食指指节外凸，这是发力过猛的征兆。天罡剑经讲究刚中带柔，气贯长风。你一味追求刚莽，出剑时，腋下空门大开，换个同境界的对手，3招之内必能挑断你的手筋。你现在平复心气，试着把灵力往右手少阳经引，看看第3个穴位是不是像被针扎一样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多看书，少说话。这经书的第1页就写了。你心思太杂，老想着怎么在背背上压我一头，这剑能连好才怪。选好了，3本书到你。小师叔，这3本书虽然普通，但要是能练通了，
这天下的功法也就没那么多门槛了。只是这路不好走，路就在脚下，走就是了。这气度倒真像那么回事，可惜了这身修为。刚才在藏经阁挺威风啊，小师叔。你都看见了。只要我想看，这宗门里的动静瞒不过我。那小崽子虽然讨厌，但天赋还凑合。你这么指点他，就不怕他以后修为大涨，反过来欺负你？他真要能练好，那是天玄宗的福气。至于欺负我，他还没那个本事。你就吹吧。今晚继续修炼，你那经脉里积攒了不少药力，得赶紧化开才行。今晚加料。我总觉得乘风阁那帮人不会善罢甘休，天鹤山那块地估计很快就要出事。3天了，该来的差不多该来了。出事了！乘风阁那帮孙子把天鹤山的巡逻弟子给扣了。扣了几个？6个，都是筑基期的外门弟子。周明海那老狐狸放话说天鹤山灵脉异动，怕灵气外泄伤人，封锁了入山口。咱们的人去理论，直接被阵法困住了。这哪是封锁，这是明抢！萧师兄怎么说？宗主正召集长老议事，赵峰那小子叫嚣要带人杀过去，被宗主压下了，牵扯幽冥谷，不能乱动。师弟，你上次说乘风阁是探路的，宗主想让你过去看看，当年的协议是你经手的，地形你最熟，废人去处理外交之分，萧师兄还真看得起我。不是让你去，宗主派了赵峰带队，你跟着当个顾问，看看对方到底在玩什么花样。一石二鸟啊，萧长青，利用我的经验，顺便把不稳定因素支出去，万一出事，责任也算不到宗门头上，好算在。行，我去。小师叔，此去天鹤山路途遥远，您这身子骨要是受不了灵州的颠簸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开船吧，别废话。他们嫌弃你是个累赘，你确定要跟着去凑热闹？我的真气已经到了30缕，差最后6缕就能突破炼气1层。天鹤山灵脉复苏，灵气浓度比宗门后山高得多，正好借光。你倒是打得好算盘，拿命去蹭灵气，全天下也就你干得出来。乘风阁周明海，出来说话！哟，赵贤之来了，还有楚公子，真是稀客呀！少废话，把我宗弟子放了。放人好说，但天鹤山现在确实危险啊！灵脉暴乱，我们乘风阁也是为贵宗弟子的安全着想嘛。只要萧宗主答应签那份新协议，这屏障自然就撤。你这是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屏障能挡住我几剑！金丹初期的修为，在老夫面前还不够看。赵世直，回来！你懂什么？撤了就彻底没戏了！我说，回来！周阁主，这阵法布得不错，不过你可能忘了，这一带的地基是软花岩，承载力不够。你那左侧第3根锁灵桩，现在应该已经下沉了3寸了。看到那根桩子没？往它底座上方3寸的位置，用你最快的速度出一剑。不用多讲，只要准。破！你给我动手，把他们拦下！这个废人才是最大的问题，必须先除掉。小心！九转混元诀，引气术。怎么可能？你体内分明没有半点灵力波动，借力打力而已。
你这幽冥谷的功法练不到家，破绽太多，还愣着干嘛？阵法破了，进去救人！所有人，跟我冲！走，这地方不对劲。那个姓楚的邪门的很，咱们先撤，回去禀报谷主。怎么样，还撑得住吗？赵师兄，我们没事。小师叔，刚才多谢了。救的是宗门弟子，谢我干什么？灵脉还没稳住，你带人去主峰，把那些锁灵桩全部拔了，动作快点，晚了灵根就断了。是。刚才那一指挺悬的吧？要是他再强一截，我就得交代在这儿了。不过这显冒的直，你看那儿，这灵气浓度确实是修炼的好地方。趁那帮小崽子还没回来，赶紧坐下修炼。炼气1层成了。150年了，我终于再次跨入修行的门槛。小师叔，锁灵桩全拔了，灵脉已经趋于平稳。您突破了，侥幸刚入炼气，100年前的绝世天骄化神期的传奇人物，如今突破炼气1层都要用侥幸2个字。回宗门吧，这天鹤山以后估计热闹了。修为全废的情况下，一指逼退金丹修士，这是什么眼界和胆识？难怪当年能成为天骄，那种人哪怕跌入谷底，也不是我们门两看的。这不是苏媚儿的香味，苏媚儿的香味带着3分妖娆，而这股香味冷冽如霜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哟，旧情复燃了。这雪莲根可是好东西，用了不少名贵药材，正适合你这种刚突破的小弱虫。东西不错，可惜太迟了。那时候总觉得天下之大，无处不可去。现在才明白，有些路一旦走错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师弟，大事！什么事？大清早的，凤华宫传出消息，岳灵溪要闭死关，冲击化神期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在闭关之前，他向北冥所有宗门发出了一道乾隆榜挑战帖。他挑战谁？他指名道姓要挑战幽冥谷的少主，也就是那个传闻中即将突破化神期的天才殷九幽。殷九幽，幽冥谷谷主的独子，修的是幽冥血路，30岁不到，半步化神。北境年轻一辈里，他是头1号。岳灵溪发了帖子，摆明了是替咱们天元宗出头。这事儿闹的，宗主昨晚愁得掉了一大把头发，他用不着替天元宗都签了。2家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他这么做，凤华宫那帮老家伙能答应？哪能答应？听说赵衍清长老气得把议事厅的桌子都拍碎了，但岳灵溪性子倔，谁劝都没用。帖子已经挂在北境通天阁的悬赏榜上了，10天后落雁封顶，生死斗，生死咒。笨死了，这么简单的起手式都学不会。看好了，手腕往上提3分。师弟，你发什么愣？没发愣，我就是在想，他要是输了，凤华宫得赔多少抚恤金？
你这人嘴里就吐不出一句好话，人家姑娘好歹是为你出头，担心有用。10天时间，我连炼气2层都破不了，难不成跑去落雁峰替他挨刀？怎么心疼了？人家可是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。你要是现在跑过去抱住他痛哭流涕，说不定还能再续前缘呢。你这醋吃的没道理，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。哦，那他这么做是为什么？还债。还债？退婚的债，他心里过意不去，觉得亏欠了我。天鹤山的事正好是个借口，他把殷九幽揍一顿，或者被殷九幽揍一顿，这笔债就算2清了。以后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他走他的阳关桃。你倒是看得通彻。既然旧情断了，那咱们是不是该谈谈正事了？天外天里，你可是对天发过誓的，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这都出来多久了？你是不是该履行一下做丈夫的义务？夫人，我才炼气1层，你要是现在采妇我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。谁说我要采补你？双修是双修，9转混元诀配合我的本命功法，速度能快10倍。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互惠互济？不懂，我只知道拔苗助长没好果子吃。今晚继续泡瑶玉，准备冲击炼气2层。出落，你就是块石头。天鹤山那30缕真气化作漩涡后，吸收灵液的速度快了数倍，但经脉阵痛剧烈，底子太薄了。真是个疯子，可这人硬生生从那个鬼地方活着走了出来。炼气2层，修为恢复的慢，但每一缕真气都无比凝实。别人的真气是棉絮，我的是钢丝。小师叔，吃饭了。今天怎么是你送饭？后厨忙不过来，宗门里来了不少客人。客人都是北境各大宗门的人。岳灵溪挑战殷九幽的事传开了，落雁峰就在咱们天玄宗往北300里。那些人打着观战的旗号，提前跑来落脚。来者不善。谁说不是呢？幽冥谷的长老今天早上也到了，带了10几个弟子，说是来拜访萧宗主。现在全在议事殿坐着，气氛僵得很。殷九幽来了没？没看见。带队的是幽冥谷2长老民和老鬼。那老头看人的眼神跟看死人一样。赵峰师兄刚才殿外多看他一眼，被他身上的阴气震得吐了血。赵峰吐血了。宗主为了丹药，现在抬回后山养伤去了。幽冥谷这是来下马威的，天鹤山的事，乘风阁吃了鳖。啊，去哪儿？议事殿。萧宗主，天鹤山的事，贵宗做得太绝了，打伤乘风阁的人就算了，连老夫留下的那几根定脉桩也给拔了，这笔账总得算算。明和长老，天鹤山乃天玄宗与乘风阁共管之地，阁下私自布阵抽取地脉本源，坏了规矩在先，怎么做贼的逃来找施主索赔了？规矩？修仙界谁的拳头大谁是规矩。天玄宗100年前风光无限，可现在嘛，连个像样的后背都拿不出。刚才殿外那个金丹期的小家伙，连老夫一道外放的护体罡气都接不住，直接吐血倒地。就这种货色，也配称宗主亲传？老匹夫，欺人太甚！哟，挺热闹，聊什么呢？加我一个。炼气2层，连入门弟子都不如，可老夫那道威压怎么会毫无反应？你是何人？师兄，赵峰那小子平时挺嚣张，怎么今天这么不经打？被这老鬼的幽冥鬼气暗算了，伤了心脉，得养半个月。
学艺不精，活该。你就是那个楚洛，100年前的所谓天骄，如今的废物。废物不废物的另说。明和长老是吧？你刚才说修仙界谁拳头硬谁就是规矩，这话我同意。不过你这拳头也不怎么硬啊。幽冥血路练到第6层卡住了吧？每逢初1、15，潭中穴往下3寸，是不是疼得像有万条虫子在咬？不可能，这个印记除了谷主之外，绝无第二人知晓。他怎么胡言乱语？是不是胡言乱语你自己清楚。你刚才外放威压，左肩比右肩低了半寸，气机运转到少阳经时有滞涩，这说明你的幽冥鬼气已经反噬5脏6腑。说句难听的，你活不过3年。庶子找死！明和，你在我天玄宗的议事殿动我师弟，真当萧某是泥捏的？好得很。天玄宗果然藏龙卧虎，今日老夫认栽。不过10日后的落雁峰，希望你们还能笑得出来。九幽教主可不会像老夫这般好说话。师弟，你没事吧？刚才那老鬼的威压，你怎么扛下来的？他那点威压，外强中干，吓唬小孩的。楚洛你大爷！为了撑场面，抽干了我好不容易攒下的魂力，下次再有这种事儿，你自己扛。辛苦夫人，晚上给你加餐。小师弟，你刚才说明和活不过3年，是真的。幽冥血路本就是残卷，强行修炼必遭反噬。殷九幽既然是幽冥谷少主，练的肯定也是这门功法。岳灵溪挑战他，胜算几何？0。10天，转眼就到。人真多，能不多吗？一边是凤华宫百年难遇的冰山美人，一边是幽冥谷凶名赫赫的天才少主。这门票要是收钱，通天阁能赚翻。这小子杀过的人比他吃过的饭都多，已经快把自己练成邪祟。下盘虚浮，脚跟不实，灵力运转过快，肉身跟不上境界，典型的拔苗助长。岳仙子，你我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为了天玄宗那帮废物跑来送死，值得吗？废话少说，拔刀。好，够了！本少主最喜欢折断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冰山雪莲。落雪剑诀，火候不透。太慢了。岳仙子撑不过30招，太勉强了。这丫头怎么这么死脑筋？打不过就认输啊，非要拼命啊！倔得跟头驴一样，150年了，这性子一点没变。哼哼，血海石山。认输吧，做我的侍妾，本少主饶你一命。给脸不要脸！
凤华宫的天骄不过如此。生死斗，外人不得插手，这是规矩。本少主最后问你一次，服不服？做梦！那你就去死吧！谁用半截果核击退半步化神？谁在暗算本少主？滚出来！150年了，你这笨丫头，剑法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你来干什么？走。路过，看个热闹，顺便看看凤华宫的效果。刚才那暗器手法有点意思，哪儿学来的下三滥招数？下三滥，打你这种半路出家的野路子，过活都嫌多余。这小子疯了，真当自己还是当年的化神期剑修啊！小师叔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找死！省着点用，老娘的存货不多了。幽冥血路第7层，讲究气血归一。你急于求成，强行冲关，导致血气逆流。每次运转功法，潭中穴往下3寸的位置，是不是疼得要命？那个废人一眼就看穿了老夫的隐疾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天玄宗楚洛。楚洛，那个150年前一剑挑翻北境7大宗门年轻一代的，不是说死在天外天了吗？活着回来了，修为全废了。装神弄鬼，看出破绽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这点小聪明，救不了他，也救不了你。还能站起来吗？死不了。死不了就看好了，落雪剑诀不是你那样用的。冰雪之气，不在于刚，在于绵长。30真气，够了。这不可能！你个练气期怎么可能调动落雁峰的地脉寒气？多读书，少练邪功。落雁峰属阴，你修的幽冥血路也是阴寒属性，同性相斥。你跑到这儿来，脑子被门紧了？
不行，再拖半刻钟，少主半步化神的根基就全毁了。殊死敢忍！小匹夫，等老子死了吗？董天书，你想挑起两宗大战吗？放你娘的狗屁！生死斗是你们少主自己答应的，打不过就长辈下场。幽冥谷的脸皮比城墙还厚。来呀，老子今天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拉你垫背！天玄宗办事，闲杂人等退避。真打起来，今天占不到便宜，这帮贱修逼急了，真敢自爆金丹。好，很好，这笔账幽冥谷记下了。姓楚的，你别得意太早，这北境的天很快就要变了。慢着，你还想怎样？打输了拍拍屁股就走。这落雁峰的地皮被你们少主砸坏了，不得赔点修缮费？我看那辆车就不错，留下吧。他在敲诈幽冥谷，这胆子爆天了吧？你做梦！师兄，把他们少主的储物袋卸下来。按照规矩，生死斗输的一方身家性命都是赢家的。我们走！师弟，真要那破车干嘛？阴气森森的，拉回宗门多晦气。林夕，你伤势未愈，别谢我，我说了，路过看热闹。你今天能活下来，是你命大。下次再发这种疯，记得挑个风水好的地方，方便收尸。楚罗，我天鹤山的事，天玄宗自己能解决，用不着你替我们出头。退婚书我签了，你我两清。以后别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蠢事。走了，回宗。长老，我们回去吧。必死关，不破化神班，自古出关。2000下品灵石，外加一堆固本培元的草药。董天师那家伙办事倒是麻利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回的药浴能加点好料了。那骨髓给我留点，对恢复神魂有好处。今天借你那一滴魂液，谢了。算你有良心。不过你今天在落雁峰那番作态，倒是把那小丫头伤得够深。人家好歹是为了你拼命，你就不能说句软话？这么爱听凭捉摸啊？软话救不了命，他性子太傲，总觉得亏欠我，想用这种方式还债。我要是给他好脸色，他下次能直接杀上幽冥谷，把话说绝，断了他的念想，对他好，对我也好。你这人啊，看着薄情，骨子里却比谁都算计得清楚。开始吧。忍着点儿，你底子太虚，前2次药浴只是疏通，这次才是真正的重塑。九转混元诀第一转，要的就是这股破而后立的狠劲儿。比起那时候，这算什么？突破了！哇，炼气3层，
虽然离巅峰还差得远，但至少遇到筑基期的修士，打不过也能跑得掉了。小师叔，宗主请您去一趟议事殿。大清早的，又出什么事了？乘风阁的周明海来了，还带了个人，说是来给天玄宗赔罪的。赔罪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？走，去看看。萧宗主，您看这事儿该如何处理？楚公子，早啊！周阁主，这唱的是哪一出？萧宗主，天鹤山的事全怪这个狗东西，我们乘风阁也是被他蒙蔽了。他打着帮我们维护灵脉的旗号，暗地里布下锁灵桩，企图破坏两宗的合作。我一查清真相，立刻把他绑了送来，任凭天玄宗发落。周阁主，既然是来赔罪的，光送个人头可不够诚意啊。天鹤山灵脉受损，未来3年的产出至少减半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楚大人说的是，我们乘风阁愿意拿出3万下品灵石作为补偿。5万。另外，天鹤山以后的开采权，天玄宗占70%。70%，这比150年前的协议还要苛刻。幽冥谷自顾不暇，没人给我撑腰了。好，就依楚公子所言。小师弟，你这敲竹杠的本事，比当年练剑还要利索。宗门要养活这么多人，不精打细算怎么行？萧师兄，乘风阁虽然服软了，但幽冥谷不会善罢甘休。殷九幽吃了这么大的亏，等他养好伤，肯定会卷土重来。咱们得早做准备。我知道，我已经传令下去，开启护宗大阵的第2层防御。另外，后山的灵池下个月开启，我打算让你进去泡几天。后山灵池100年才开启一次，里面的灵液对重塑根基有奇效。多谢师兄。重走修仙路，这才刚刚开始。比鸡还磨叽。小师叔，我想跟你学剑。你师父是萧长商，天玄宗当代宗主，剑道修为元婴巅峰。不找你师父，找我一个炼气3层。师父的剑太高，我够不着。青莲酿挺舍得，我爹藏在柜子底下的，偷的。学剑可以，但有3个规矩。第一，我说的话不许顶嘴。第二，练剑的时候不许问为什么。第三，以后这酒每月2坛，不能断。果然第3条才是重点。行。从今天起，你练剑不用领剑，用这个。天罡剑经入门第1句写的什么？万剑归宗，以气御剑。错，是剑者手之延伸。你连手都没练明白，整天琢磨怎么用灵力催动飞剑，本末倒置。来，劈我。发力点在肩膀，传导到手腕的时候断了。你这里有旧伤，天鹤山那次被阴气反噬留下的。每次出剑，你不自觉地用手腕去补肩膀的力道，久而久之，整个右臂的发力体系全乱了。右肩的不适一直都在，我竟然从没想过问题出在这里。先把竹竿举过头顶，站桩。站多久？到我说停为止。小师叔，还不能放。是，说了不许问为什么，
放下来。站桩到极限的时候，肌肉会自动寻找最省力的发力路径。你最后那一炷香，右肩已经不再借力了，整条手臂回归了最原始的支撑结构。记住这种感觉，以后出剑就按这个路子走。小师叔，多谢指点。别急着谢，把水挑满再走。我一个废人，打水太费劲。收个徒弟还附带免费苦力，你这买卖做得精。不是徒弟，是师侄，差着辈分的。话说，你什么时候去后山灵池看看？灵池下月才开吧。我总觉得那地方不太对劲。哪里不对？昨晚我散出一丝神识，探了探后山的方向，灵气分布不均匀。按说100年未开的灵池，灵气应该是往外溢的，可我感应到的反而像是往里收。灵气往里收，要么灵池本身出了问题，要么有什么东西在池底不断吸食灵液。我去看看。堂堂天玄宗小师叔，爬个山跟老头子似的。闭嘴！这苔藓死了至少3个月，灵气被抽走了，不是天然衰竭，是被什么东西硬抽的。你看那棵松树的根部，引灵纹，有人在后山的地底铺了引灵阵，这不是在聚灵，是在偷灵。有人在偷天玄宗灵池里的灵液，而且从苔藓枯死的时间看，这条引灵纹已经运作了至少3个月。打草惊蛇的事不能干。引灵纹铺了3个月，布阵的人肯定经常来维护。我先回去通知萧师兄，暗中盯着。你怎么确定是外人？后山是天玄宗的禁地，寻常修士根本进不来。能在这里布阵的，要么修为极高可以无视禁止，要么就是有权限出入后山的自己人。小师叔又来翻书吗？老前辈，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后山的灵池平时谁在看管？灵池归宗主之管，但日常巡查嘛，是赵延清赵长老负责。赵延清，赵峰的爹，天玄宗3大长老之一，金丹巅峰。赵长老平时去后山勤快吗？挺勤快的，大概2、3个月前开始吧。他每隔5天就往后山跑一趟，说是检查灵池的状况，为下月开池做准备。宗主还夸他办事尽心呢。2、3个月，每隔5天，与引灵纹的时间和维护周期完全吻合。赵峰那小子刚给你鞠完躬，你转头就要查他爹，你说你这人……查是查，定不定是另一回事。现在只是时间对得上，不能说明什么。你确定是引灵纹？确定。纹路走向从灵池向外辐射，覆盖范围至少方圆30丈。以这个规模，每天流失的灵液不会少。赵延清这个名字，你是从首阁老头那儿听来的？但我没有说他有嫌疑。你不用说，我也会往那边想。赵延清管了灵池15年，从来没出过岔子。这3个月，他忽然频繁去后山，理由是提前检查，理由说得通，所以不能急。万一是外人利用他的巡查规律，趁空当下手呢？贸然动作，抓不到真正的黑手，反而打散了人心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蹲。引灵纹需要定期灌注灵力维持运转，否则纹路会断裂。我估计维护周期在5天左右。赵延清下次去后山的日子，让我跟着，远远盯着就行。你身边得带个人，你现在的修为……不用，人多了反而容易暴露。何况我身边有人。后山禁地的通行令，下月灵池开启，不管这事查到什么结果，你都进去泡。我怕再拖下去，灵液被偷光了。
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灵池的灵气在流失？你那位萧师兄心思深得很。他是宗主，心思不深，这把椅子坐不稳。灵池流失的事，他早就知道吧？多半有察觉，但一直拿不准是谁干的。刚好我撞上了，正好替他当这把刀。你不介意？帮他也是帮自己。灵池要是废了，下月我拿什么重塑根基？行吧，为了你的灵根大业，老娘陪你蹲点儿。别吵了，我睡觉。洒了，加一炷香。撑住，撑住。第7滴，加7炷香，2个时辰了，还站得住？站得住。有韧劲儿。左手，我又不是左撇子。剑修只练一只手，等于把一半的战力扔了。你以后遇上的对手，不会每个都让你舒舒服服的用右手出剑，万一右手废了呢？教我。几十年没人碰过。苏媚儿，你来看看，这条引灵纹的走向跟灵脉主脉的方向是交叉的。布阵的人不是在偷灵池表面的灵液，是在往灵脉深处扎根。你是说，他要偷的不是灵液，是灵脉本身。灵脉要是被截断了，天玄宗这块地皮就彻底废了，千年基业毁于一旦。操之过急了，引灵纹才铺了3个月。要截断灵脉，至少需要1年以上。布阵的人应该是在做长期准备，所以还有机会。明天，赵延清该去后山了，不能走正路。来了。步幅正常，没有刻意加速，也没有故意减速。老狐狸，颜色更深了，有人给他灌注过新的灵力。确认了，5天一个周期，时间完全吻合。我不追人，我追纹路。等一下，灵池在北，主殿在南，东面是什么？东面是一片废弃的丹房遗址，100年前因一场走火事故，整片区域被封禁。引灵纹的终点不在外面，在宗门内部。这不是偷灵脉给外人，是……楚师叔，你来后山做什么？赵长老好身手，我一个炼气3层，走路动静大的跟牛一样。你居然现在才发现我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下月灵池开启，萧师兄让我提前来熟悉地形。我修为低嘛，走不快。你走正路，我走野路，没想到撞上了。小师叔恕罪，后山是禁地，例行盘查。理解。赵长老也是来巡查灵池的，每隔几日来一趟，查看灵液水位。辛苦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路太难走，怕天黑了摔跟头。吓死你大爷了！
你好歹炼气3层，连个金丹修士靠近都没察觉。他故意收了气息，而且他不是从灵池方向过来的，是从东面那片丹房废墟绕回来的。尹灵文的终点就在那边，他从那边过来，说明他刚维护完阵法。那他为什么不杀你？因为他还不确定我知道多少。杀了我，萧长枪肯定会彻查。他不想节外生枝，所以你才说那套鬼话。不是鬼话，我确实有通行令，确实来提前熟悉地形，确实不小心撞上了他。只不过我不小心的方式比他想的要有目的性一点。尹灵文的终点不在宗外，是东面那片废弃丹房。赵衍清今天从那个方向绕回来的。丹房废墟，当年走火事故之后，我师风亲自下令封的。那我师父有没有说过那场走火事故的真正原因？他说是弟子炼丹时操作失误，但具体是谁，他没提过。萧师兄，我需要进那片废墟看看。不行，那里面残留的丹毒很重，以你现在的修为进去出不来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直接把赵衍清抓起来？我先调他的职，以后灵池巡查换人来做。尹灵文的事，找几个信得过的长老去处理。治标不治本，你把他调开，他会知道自己暴露了，到时候他把尹灵文毁掉，就死无对证了。给我3天，3天之内，我查清楚那片丹房废墟里到底藏了什么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别打草惊蛇。你打算怎么进去？苏媚儿，你在天外天的时候，功法是什么属性的？阴属性。怎么了？那片丹房废墟里有残留的丹毒，丹毒属火，你的阴属性功法刚好能压制。我进去的时候，你给我打个底。楚洛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我现在的魂力只恢复了不到2成，帮你挡丹毒没问题，但顶多维持半个时辰。你在里面只有这么点时间，看你的了。够了，3天之内，我要知道100年前那场火到底烧了什么。这阵法是师傅那一代人布的，用的是2乙金火阵的变体，手法老派，但胜在扎实。正面硬破不现实，得找节点。左侧第7块石头，阵纹有一处断裂，从那里进去不会触发警报。半个时辰，这丹毒比我想的浓，别乱跑。这锁最近3个月内换的，跟尹灵文的铺设时间吻合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不是当今通行的灵纹，是上古至纹。楚洛，退后！界碑，这是一块界碑，连接2个空间的锚点。连接哪2个空间？一头在这里，另一头天外天。天外天，天外天，27星角。怪不得150年前师父选天玄宗做出发点，怪不得那次探索来的那么突然。这块界碑从一开始就在这里。有人在用灵池的灵液喂养这块界碑，封印正在被缓慢消解。按现在的速度，最多半年，封印彻底失效，到时候天外天的通道就会重新打开。微目间灯火有味，我和你最天生一对。苏媚儿，你来翻译这句。献祭27魂，开
开天外天之门。27，跟我一起进去的师兄弟，整整27人全死了。那不是什么探索，是献祭。有人把我们27个人送进去，就是为了开这道门。查到了。萧师兄，你坐下。我接下来说的事，你得稳住。丹房废墟下面藏着一间密室，密室里有一块界碑，通往天外天的锚点。有人用灵池的灵液在喂养它，封印正在消解，最多半年，通道就会重新打开。碑座上刻着一句话：献祭27魂，开天外天之门。你是说，当年师傅带你们进天外天，是有人在幕后操控？师傅知不知情，我不确定，但那块界碑一直藏在宗门地下，守灵池的人最有可能知道它的存在。赵衍清管了灵池15年，够了。楚洛，这件事暂时只有你和我知道。我明白。在我查清赵衍清背后还站着谁之前，你不要轻举妄动。你现在只有炼气3层，万一对方狗急跳墙，我有分寸。3颗凝元丹，我私藏的。灵池的事暂时不能让你进，在查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能靠近，先将就着。另外，你师父当年带队进天外天之前，留过一封手书，原件在藏经阁第9层，我一直没看过。等你修为到了筑基，我让你上去看。不是我不想给你，第9层的灵压你扛不住，7层以下你跟翻自家院子似的，但7层往上都是筑基期打底。行，我会尽快突破的。楚洛，当年那27个人里面，有我3个亲师弟。这笔账，我跟你一起算。昨晚药浴的药力太猛了，再泡下去，这缸得报废。赵峰迟到了，站在门口像讨饭的。我娘做的，说天冷了，小师叔穿得太单薄，让我捎过来。北境棉绸，聚灵纱内衬，赵家不算富裕，这件长衫花了不少心思。替我谢你娘。小师叔，我爹最近怪怪的，以前他每天晚上都在家练功，雷打不动，可这半个月总是半夜出门，天亮才回来。我娘问他，他说是宗务繁忙，可我悄悄观察过，他出门的方向不是议事殿，是后山。小师叔，我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你爹管灵池，下月灵池开启，盲点正常。可是，赵峰，你爹的事自有宗主操心，你现在该操心的是你自己的剑。左手持杆练了几天了？4天。站桩。赵衍清变得更频繁了，之前5天去一次后山，现在每晚都去，要么是察觉到了什么，要么界碑那边出了新情况。苏媚儿，你昨晚恢复了多少魂力？勉强2成半。怎么，又想让我卖命？不用卖命，今晚帮我做件小事。什么小事？跟踪赵衍清。你跟踪金丹巅峰，脚步声能传出2里地，不如让我散出1缕分魂盯着他，你在家睡觉。你分魂出去，安全吗？只要他修为不超过元婴，发现不了我。行。
150年前的人事记录，谁管凌迟？谁管丹房？谁有权出入后山？赵纯，赵延清的父亲。28，我数了3遍，加上我自己，当年进天外天的确实是27人，但记录上写的是28，27个名字，全认得，都是同门师兄弟。赵纯也进了天外天，但所有人的记忆里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没有这个人。而且时间线上，赵纯进天外天是3008年3月，丹房走火是3009年7月，也就是说，他从天外天回来了。他是除了我之外第2个活着走出天外天的人。楚洛，你在天外天的时候见过这个赵纯吗？没有。27个师兄弟死的时候，我都在场，没有赵纯这个人。那他要么是在你们之前就离开了天外天，要么他根本没有跟你们一起行动。老前辈，您认识赵纯吗？赵延清他爹嘛，认识，不过死了快100年了。死因呢？丹房走火之后，宗主撤了他的职，一蹶不振，3年后郁郁而终。也有人说他不是郁郁而终，是修炼出了岔子，走火入魔。具体的我不清楚，那会儿我还年轻，管不了长辈的事。多谢前辈。赵纯进了天外天，活着回来。1年后丹房炸了，3个丹童死了，赵纯被撤职，3年后死了。他的儿子赵延清接管凌迟，15年太平无事。3个月前，一切开始。他在给界碑喂灵液，问题是为什么？赵纯当年在天外天里看见了什么？他的儿子在100多年后重新打开那扇门。丹药品质不错，以我现在炼气3层的底子，1颗能顶3天苦修。不到关键时刻，好东西得省着用。赵延清亥时出门，走的黑松林东面的小路，他没去凌迟，直接去了丹房废墟。铁门上有锁，他有钥匙。在里面待了多久？1个半时辰。出来的时候，手里多了一样东西，8掌大的玉片，上面有字。他出来后藏进袖子里，原路返回。玉片上的字看清了吗？太远了，看不清。但那块玉片散发的灵力波动很特殊，跟界碑上那颗暗红色宝石是同一种气息。还有一件事，他在废墟里的时候，我听见他说话了。自言自语？不，他在跟人对话，但废墟里只有他一个人，声音是从界碑的方向传出来的。界碑那边有东西在跟赵延清通话，天外天里的东西。他说了什么？隔得太远，只听到几个零散的字，快了，下月，大概就这些，足够。下月凌迟开启，赵延清说快了和下月，他在等凌迟开启的时机。凌迟开启时，100年积蓄的灵液会全部涌出，如果引灵纹全力运转，一夜之间就能把灵脉吸到枯竭，界碑的枫叶会在那股庞大灵力的灌注下彻底瓦解。天外天的门会在凌迟开启那天打开。苏妹啊，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小师弟来了，坐，有事说。今早飞剑传书，从东海来的。
据可靠消息，至少3处天外仙界碑被人为激活，北境已有1处，望天玄宗彻查。3处，不只是天玄宗。通天阁的消息灵通的很，他们做的就是情报生意。但这封信来的时机太巧了，我们前脚发现界碑，他们后脚就来信，要么是巧合，要么有人在通天阁里安了眼线。我看那帮做买卖的没一个好东西。不一定是通天阁的问题。信上说至少3处，这个数字要么来自他们自己的调查，要么来自别的渠道。不管怎样，这说明天外天的事不是某个人的独角戏，背后有一张网。赵衍清，哈哈哈哈！你可以说，昨晚长青已经把事情跟我讲了。赵衍清可能只是北面这个节点的执行人，他背后，或者说他上面还有人。那怎么办？直接把赵衍清抓了拷问。赵衍清是天玄宗3长老之一，贸然拿人，宗门会乱，而且抓了他，背后那张网不会现形，只会缩得更紧。凌迟下月开启，我怀疑赵衍清在等那个时间点引爆界碑。如果我们提前动手，他的同伙可能狗急跳墙，直接从其他2处界碑动手。到时候天外天的门照样会开，我们还自断一条线索。那就干等着。不是干等。第一，凌迟开启前，在引灵纹上做手脚，不破坏，但改变走向，让灵力灌进去的时候出岔子。第二，凌迟开启那天，赵衍清肯定会去废墟，我们在废墟设伏，把他和界碑那边通话的对象引过端。第三，通天阁那封信回一封，就说天玄宗已查明情况，愿与各方联手，共同封锁天外天。你想钓鱼，通天阁的消息会传遍修仙界。如果真有一张网在操控3处界碑，他们看到天玄宗的消息，必然会加速行动，要么提前引爆，要么派人阻挠。不管哪种，都会露出更多尾。但有一个问题，在废墟设伏，靠谁？化神期。你炼气3从我元婴后期，赵衍清金丹巅峰不假，可界碑那边传过来的东西，万一是个化神期的大能呢？师兄，你见过化神期还需要别人帮忙输送灵力的？真是化神期，直接撕裂空间屏障就回来了，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？界碑那头的东西最多元婴。有道理。那就这么定。楚洛负责引灵纹改动，天书协助，日期凌迟开启前3天。萧师兄，还有一件事，赵纯，赵衍清的父亲，当年也进了天外天，宗务记录上写的是28人，不是27。这个人，师父跟你提过吗？没有。他的眼神的变化骗不了人，他需要时间消化这件事，我也一样。师弟，当年的事，你恨师父吗？等搞清楚再说。引灵纹用的是丝阵体系，纹路极细，走向灵活，但牵一二动全身，改动任何一条线路，相连的纹路全部偏移。硬改不行，动一条线全盘崩。你得用一种叫嫁接的手法，在原有纹路的分叉点上接一条新的引导线，把灵力的流向导到一个死循环里。赵衍清下次灌注灵力的时候，灵力会在死循环里空转，根本到不了界碑。你怎么知道嫁接手法？我在天外天那边也不是白活了几百年，阵法这种东西用来防贼最实用。他很少提天外天的事，每次触及语气都会变得不太对劲。小师叔，你让我翘了3节早课，就为了帮你刻石头？这不是普通的石头，这是引灵纹的嫁接节点，先在石板上练，练到闭着眼都能刻出来。什么引灵纹？干嘛用的？保密。这里起笔角度偏了2度，重来。
行了，后天晚上跟我走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后山。后山，那不是禁地吗？有令牌，别废话。跟着小师叔混，迟早要出大事。小师叔，我这辈子没干过这种事。闭嘴，走路。你在这里放哨，有人来敲3下树干。200丈内无人，动手吧。嫁接点在第3条分叉，往左偏2分，深入半寸。偏1毫，整条引灵纹就会崩溃。赵延清下次来，一眼就能看出问题。这个编动器会产生一种跟原始引灵纹几乎一模一样的反馈信号。赵延清灌注灵力的时候，会以为灵力顺利到了界碑，但实际上灵力全在半路上打转。漂亮，你这手阵法功底放在我们那边也算一流。我是剑修，剑修里面最擅长阵法的。小师叔，好了吗？好了，走。小师叔，到底在搞什么啊？帮宗门省灵石。这理由鬼才信。炼气3层的瓶颈，50缕真气饱和后，漩涡扩张速度锐减。凭自然吞吐灵气，突破4层至少还要1个月。但我没有1个月，灵池开启，半月之后不能再留了。别硬撑，药力太猛，先排掉一部分。不排，9转混元诀第1转彻底重塑，药力越猛，冲击越大，根基夯得越实，前提是扛得住。72缕。哎呀！你把钢炮炸了，得买个新的。这次买铁的。手劲够用了。苏妹啊，干嘛？剩下2颗丹药，等灵池那天再用。你打算一口气冲到什么境界？5层。炼气5层对筑基巅峰，你拿头打？拿脑子打。小师叔，今天练什么？这小子知道自己爷爷的事吗？小师叔，今天不站桩了，我教你一式剑法。真的？别急着高兴，这一式叫破煞，专门对付阵中困敌的局面。看好了，阵法的核心是阵眼，阵眼通常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。这一剑不求威力，只求精准。出剑路线要绕过所有阵纹干扰，直捅阵眼。再来，你的腰没跟上，剑法不是手上的功夫，从脚底发力，经过腰胯传到肩肘，最后到指尖。你的腰是死的，力传不上去。站桩的时候我让你举竹竿，就是在练腰腿的整合力。教他破煞，不全是为了传授剑法。半个月后灵池开启，废墟里那座界碑周围肯定有阵法防护，到时候局面有多复杂，谁都说不准。赵峰早晚会知道他爷爷的事，与其让他毫无准备的面对，不如先在能力上给他打个底。继续，至少到时候能保住自己的命。出事了，赵延清跑了。
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刚才，不到半个时辰前，萧长青安排了2个信得过的内门弟子暗中监视他。今天午时，赵衍清照常出门，没去练功场，去了山门外的集市。暗哨满骑士转了3圈，连个影子都没找着。他走之前有什么异常吗？有，这是在他书房地上找到的，掉在桌角下面。走得太急，没来得及收。是信，有人给赵衍清通风报信了。他奶奶的！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我萧长青，你宋明远。宋明远不知道具体内容，那就是我们3个人之间漏的。你怀疑我？师兄，你冷静点。漏的不一定是人，也可能是地方。什么意思？你想想，我们3个人商量这件事，每次都在哪？萧师兄说过，议事殿每隔3个月清理一次窃听阵文，上次清理是什么时候？等等，别声张，你去查议事殿，我去后山。你去后山干什么？赵衍清都跑了。他跑了，尹灵文还在，戒碑也还在。他要是狗急跳墙，最可能做的不是逃跑，是提前引爆戒碑。来不及解释了，快！小师叔，我跟董世伯一起来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时间解释了，跟我走，带上你的剑。放我下来，成何体统？小师叔，你这速度，等你爬到后山，天都黑了，忍着点。以后一定要尽快恢复飞行能力。从这儿开始，走路，跟在我后面，别出声。尹灵文在全力运转。来晚了，楚洛，这个速度最多2个时辰，戒备的封印就会被冲塌。赵衍清赶在逃跑之前，最后来一趟后山。他不是维护，是激活，把尹灵文的功率拉到最大，用凌迟100年积蓄的灵液强行冲击戒备封印。宋明远，我说什么你做什么。在。现在用你的剑，沿着这条灰色的线，每隔1丈斩一剑，切断它。他在自己修复。赵衍清这老东西下了血本，那怎么办？得从源头断。走，跟我去废墟。什么废墟？别问，跟着走。赵衍清把口子堵了，正面进不去了。宋明远，你的剑是什么属性？金克木生火，不对路，硬砸。你金丹期的全力一击，能不能把这面墙凿断？凿是能凿，但封禁阵会反震，我大概会断几根配骨。断了我给你接，砸不砸？砸！天罡剑法！封印已经瓦解了70%。楚洛，背上有东西在动。老朋友，你居然活着回来了！我们在天外天见过。27回已现，将门开，尔为第28，归来。第28，当年进入天外天的是28人，赵纯提前离开，剩下27人全部死了，我没死。在那个东西的计划里，我就是漏网的第28个。我不是你的什么第28，我是来砸碑的。不识好歹，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别看那个，看碑座。用你的剑砍碑座，把尹灵文全部切断。
蝼蚁。封印还剩3成，如果让他彻底破开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疯了！2颗一起吃，你的经脉会炸。技术，反向使用。你承受不住的。少废话。小师叔，真气108缕真气，炼气5层，戒备碎了，天外天的门暂时打不开了。苏媚儿，别吵，让老娘睡会儿。党那一下精神攻击，在全程护着我的神魂，他把自己榨干了。无图，长青，悲诚之日，为师归来。师父的笔记。小师叔，没事，没事。糊弄不了行家，但至少夜里远看不会太扎眼。师父在戒碑内部留了这行字：悲诚之日，为师归来。什么意思？师父要从天外天回来，还是师父一直就在天外天里，或者师父从来没有离开过？这是一次探索，随为师进去。27个人死了，灵魂献给了戒碑。如果师父从一开始就知道需要27条命去打开那扇门呢？师父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小师叔，你还好吧？没事，刚才想事情，走神了。我还是自己下去走吧。闭嘴！肋骨断了就说练功出岔子。知道了。小师叔今晚不对劲。师父，你是为师最骄傲的弟子。小师叔，我来练功了。小师叔，我爹走了。我娘今天早上起来，发现爹的东西收拾了一半，衣柜里少了2件衣服，书房里的私人物品也带走了，桌上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他有要事离宗，归期未定，让我和娘不用找。小师叔，我爹是不是出事了？你爹的事，萧师兄在处理。赵峰，你现在最不该做的事就是满宗门打听。可信放着，该练功练功。你相信你爹吗？信不信由你自己定，但在事情搞清楚之前，你别瞎跑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就扎马步，萧长枪得去见他一面，但说什么，把那行字告诉他。萧长枪看到这行字会是什么反应？如果他不知情，他会跟我一样陷入对师父的怀疑和愤怒。如果他知情，不能说，至少现在不能说。我需要更多的证据，需要搞清楚萧长青到底是不是局中人。赵峰，站够1个时辰自己走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好。这回要找的不是赵纯的资料，是萧长青的。小师叔又翻旧账，随便看看，
老前辈，你在宗门多少年了？190年，打我师傅那辈就开始守着藏经阁。那萧师兄入门的时候，你应该在。宗主，你师傅对他好得很，3天一指点，5天一传法，恨不得把平生所学一股脑灌进去。师傅对其他弟子也这样，也好，但没到那份上。你师傅这人外冷内热，嘴上不说，但谁是他心尖子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那我呢？你师傅的原话叫“璞玉天成，不可雕琢太过”，意思就是你小子天赋太好，他怕教多了反而把你诓死了，所以对你管得松。管得松？里面可能有大机缘，放手去闯。放手去闯？去闯还是去送死？修炼进度稳定，宗务表现出色，在天玄宗的历史上算快的，但不算妖孽。跟我比，差着一个档次。但萧长枪赢在另一个东西上，位置。师父出事之后，其他长老要么跟着探索队进了天外天，要么在后续的混乱中受了波及。只有萧长枪稳稳当当的留在宗门，接过了烂摊子，太稳了。出发时间是3月初1。萧长青被安排去东海出差，回来的日子卡在出发之后。师父提前把萧长青支走了，这到底是保护还是避嫌？界碑上的封禁阵，火属性；引灵纹的灵力驱动内核，土属性。巧合吗？楚师弟找你半天了，昨晚后山的事，你来说说。不是问句，是叫我来汇报。界碑毁了，赵衍清引爆了引灵纹，失败后便逃之夭夭了。一个字没提。那东西，界碑里的意识，你能判断是什么修为？判断不了。精神攻击确实很强，但不像实体修饰的手段，更像是一种封印在碑里的残留意志。残留意志，谁的？不知道。碎得太彻底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19岁修仙，150年沉浮的人，撒起谎来连眼皮子都带跳的。赵衍清那边我已经发了追击令，通知了周边3座城的坊市和客栈，一旦发现行踪立刻扣人。通天阁那边回话了，但他筑基巅峰，真铁了心要跑，单凭天玄宗的人手未必追得回来。来者不善。通天阁名义上是中立组织，但他们背后站着东海的几个大宗门。这次派人来说是考察，实际上是来摸底的。摸什么底？看天玄宗有没有被天外天的东西渗透。如果他们判定天玄宗已经不干净了，东海那几家宗门有可能联手施压，逼天玄宗交出后山的控制权。对，灵脉，天玄宗这条灵脉从东海延伸过来，东海那帮人觊觎了几百年，天外天的事只是个由头。萧师兄，通天阁的使者来之前，废墟得收拾干净，界碑的碎石、引灵纹的痕迹，能清的全部清掉，不能让外人看到任何跟天外方有关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天叔已经在安排了。坐下。还有一件事，这是你师父留下的。当年你死之后，你的魂灯、牌位、遗物，我全收在了议事殿后面的供奉堂里。前2天清理的时候翻出来的。字写的跟狗刨似的。我替你留着。谢了，萧师兄。不是累，是手里这块木牌太重了。此去修仙，无问西东。多久了？你睡了1天1夜。界碑呢？碎了。那个眼睛呢？灭了。你从碑里面抽的那些灵力，身体扛住了？扛住了，炼气5层。你命真硬。托你的福，媚儿，你先养着，接下来几天我得靠自己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跟你说了你也帮不上忙，少操心，多睡觉。他太累了，连斗嘴的力气都省着。
刚好。3天了，赵峰还没来。小师叔，赵峰出事了。他去追他爹了。昨天半夜翻了山门，一个人往北边跑的。守门弟子发现的时候，已经跑出去30里地了。谁告诉他赵衍清往北走的？坠子不知道。按说赵峰不该知道方向，但他是赵衍清的儿子，自家人了解自家人的习惯也不奇怪。人追回来了吗？追回来了，董师兄亲自飞剑去劫的。劫回来的时候，赵峰死活不肯回来，董师兄把他扛在肩膀上硬扛回来的。现在关在那面紧闭房里，萧宗主说等风头过了再放出来，带我去看他。萧师叔，萧宗主说禁闭期间不让任何人探视，我是他师叔。萧师叔，宗主的命令是……我知道。啊！萧师叔，你跑得倒快，30里地腿没白练，甚至带着一丝说防刃。他们不让我出去，也不告诉我到底犯了什么事。小师叔，你知道对不对？你告诉我。我知道一部分，但我不能说。赵峰，你爹做了一件事，这件对天玄宗影响很大。到底是他自己要做的，还是被人逼的，还是被人利用的？目前没有定论。那就是说，他不一定是坏人。不一定是。那你们为什么要追他？让我去把他劝回来不行吗？他听我的话。他如果听你的话，就不会半夜不告而别了。你爹的事，我和萧师兄在查。你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，在禁闭房里老老实实待着，别给任何人落下画饼。什么画饼？你是赵衍清的儿子，你爹跑了，你也跑，外面的人会怎么想？父子俩一伙的，心里有鬼。我只是想找他。我知道，但别人不会这么想。你在这里面待几天，等事情过了，我来接你出去，继续练你的剑。破阵那一式，左手再练300遍，出来的时候我检查。谢谢小师叔。小师叔，你觉得赵延清跑去哪儿了？北边。北边是荒原，再往北就是妖兽领地了，人迹不到的地方，他跑那儿干什么？你回去养伤，接下来的事跟你没关系。小师叔，宋明远，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小师叔，你别自己硬扛，出事喊一声，我肋骨断了也能打人。这人倒是实在。你来的正好，有发现。议事殿主座下面的地砖底下挖出来的。窃听阵文1等1的高手活，课文的手法我让宗门里3个懂阵法的长老分别看了，意见一致，不是外人的手笔。谁的？天玄宗的阵法传承只有一脉，用的是我们自家的基础阵文体系，外加一种微型化的压缩技术。这种技术全宗门只有3个人会，赵衍清是一个，另一个是我师妹林若晴，3年前外出数练，至今未回。最后一个，你师父。我师父已经不在了。对，所以要么是赵衍清在当宗主之前就埋好了这东西，要么是师父埋的。这个位置在主座正下方，坐在上面的人说什么，灵石全部录了。录完之后呢，传到哪里？我查过了，灵石跟那块玉片是配套的，灵石采集声音，玉片接收，两样东西只要在同一座山的范围内，就能实时传输。玉片，苏美尔跟踪赵衍清那天说过，他从废墟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块巴掌大的玉片，所以赵衍清每隔几天去废墟，不仅是维护引灵文，还在取回窃听到的情报。萧长青在议事殿里说的每一句话，他全听见了。师兄，议事殿是哪年建的？天历2992年，当时旧殿年久失修，
师傅拨了一笔灵石，翻新2992年，萧长青入门是2987年。建殿的时候，师傅就把窃听阵纹埋进去了。师傅到底在下一盘多大的棋？这东西先收着，别告诉萧师兄。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他是宗主，他应该……师兄，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？这颗灵石收集到的情报，最终的去向不是赵衍清。赵衍清拿玉片取信息，取完之后呢，他自己用。他一个灵池管事偷听宗主意识有什么用？他得交给上家。上家是谁？师兄，你回去想想，想清楚了再来找我。行啊，你还会下蛋了，3个，好兆头。师父造境碑，师父带28人入天外天，27人献祭，赵春提前离场，我意外存活。师父在议事殿埋窃听，赵春的儿子赵衍清接管灵池，15年太平，3个月前突然开始偷灵液为界碑。师父到底在下一盘多大的棋？第28。师父要回来，从天外天回来。可师父不是死了吗？魂灯灭了150年。别想那么多，先活着。你说的对，先活着，活着才能算账。赵老头，你到底在替谁卖命？跟你说呢，喝点，壮壮胆儿。过2天有外人来，别丢你主人的脸。通天阁的人10天后到，赵衍清碎了，引灵纹断了。表面上看，天玄宗的危机解除了，但暗处那只手并没有收回去。南疆和西域还有2处界碑，天外天的门只堵上了北边这一扇，另外2扇。小师叔，通天阁来人了，已经到了山门外。几个人？3个，领头的是个女的，自称通天阁执事，叫什么来着？顾西周。你去告诉萧师兄，就说我马上到。是。你倒是高手。萧掌门，这山门的阵仗倒是比从前更气派了些。天玄宗萧长昌见过顾执事。萧宗主客气了，本来约好的是10天后，但南疆那边传来急报，通天阁总部决定提前启动联查，失礼之处还望海涵。顾执事远道而来，先进去喝杯茶。多谢。议事殿的窃听阵纹虽然挖掉了，但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？少说为妙。信中已经说了，3处界碑被人为激活。天玄宗这边的情况，萧宗主能否详细说一下？发现异常后，我们立即调查确认了界碑的存在，已经成功销毁。执行人赵衍清叛逃，天玄宗已发追缉令，该模糊的地方都模糊了。萧师兄的话术拿捏得很到位。销毁了？对。碎片还在吗？在，存放在后山封禁区域。好，另外，我想实地勘察一下灵脉和灵池的状况，灵液流失的情况需要做一个评估。可以，但后山有些区域涉及宗门核心禁闭，需要我亲自陪同。自然。对了，这位是内门弟子楚洛。楚洛，
150年天外天事件的幸存者。你认识我？通天阁的档案里有天外天事件的记录。楚洛，天玄宗100年来最年轻的筑基修士，19岁入筑基，天外天事件后生死不明，原来是活着的。不过修为，看来天外天里不太好过。死也死过了，好不好过无所谓。有意思。他知道的太多了。通天阁做的就是情报买卖，他们有天元宗的档案不奇怪。他知道天外天事件的细节，知道我的名字和修为履历，这不是普通的存档能查到的。萧师兄，天外天事件之后，师父有没有跟通天阁做过什么交易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通天阁卖消息也收消息，如果有人把天外天的内部情报卖给了通天阁，那他们对这件事的了解程度可能比天玄宗大部分人都深。我查一下宗门早年的交易记录。楚洛，你昨天去看赵峰了？看了，我让你别去，他是我徒弟。赵峰的事你自己拿捏分寸，但有些事该瞒他的，瞒住，我分得清。从2个人加到4个，一个炼气7层的愣头青，2个守卫绰绰有余，加到4个，是怕赵峰跑，还是怕别人来？通天阁来了个厉害角色，你听到了？能不听到吗？你揣着我进了议事殿，他身后那个背箱子的那个人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他身上没有灵力波动，一点都没有。一个普通凡人不可能出现在通天阁的队伍里，要么是完全封锁了修为，要么他练的是一种极端特殊的功法，连灵力的气息都能抹掉。那个少年呢？筑基初期，纯得很，就是个跟班弟子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媚儿，明天他们要去后山勘察，我得跟着。你跟着干什么？你一个炼气5层去了也是摆设。摆设有摆设的做处，他们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会放在萧师兄和后山的遗迹上，没人会盯一个炼气5层的小喽啰。搞事是我偷偷搞事。你又想偷偷搞事？有人进了后山。谁？气息封锁了，我的分魂还没恢复，只能感应到一个模糊轮廓，从客房方向出去的。通天阁的人半夜偷偷去后山，是时候去会会他们了。炼气5层的神识覆盖15丈，在夜里基本等于瞎子，只能靠听。客官，您的货。行家，修为差太远，跟上去只会打草惊蛇。东北不是戒备废墟的方向，那个方向是灵池。他走了。他去了灵池。不是踩点，他在检测灵脉的状态。灵池下个月才开启，他提前去踩点。如果通天宗的信上说多处灵矿中的灵也出现了枯竭征兆，为什么？那就证实他们的推断，天外天的空间壁障变薄，正在呼吸周围的灵脉。那不是正好让他们查清楚了，帮天玄宗解决问题不好吗？灵脉是天玄宗的命根子，通天阁调查灵脉，不管结论是什么，调查结果会传回东海的大宗门。如果灵脉出了问题，东海那帮人会以保护灵脉安全为由插一脚进来，保护来保护去，天玄宗的地盘就变成了别人的。明天我得想个办法，在勘察的时候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开。怎么引？还没想好，先睡了再说。你别吵了。外面有通天阁虎视眈眈，里面有戒备余波未平。萧师兄的立场不明，赵衍清在逃，赵峰关在禁闭房里。师兄，昨晚通天阁那个背箱子的人，半夜去了灵池。灵池？他怎么进去的？灵池有守卫？金丹期以下的守卫，在那种人面前等于没有。今天他们要去后山勘察，灵池肯定也在计划内。我想让你陪我去，
我本来就要去，萧长青安排我全程陪同，不是以陪同的身份。你去的时候带上你的阵法探测器，你要我在他们探查之前先把残留痕迹抹掉。对，这活得在他们眼皮底下干，所以你得演得自然。你是天玄宗大师兄，在自家地盘上到处摸摸看看，谁也说不出毛病。行，但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说。昨天你让我回去想的那个问题，我想明白了。赵衍清偷听议事殿的情报交给上家，那他交给谁？你问的时候我没反应过来，回去之后我越想越不对。赵衍清在宗门里待了一辈子，几乎没出过远门，他做的事都是在宗门内部完成的，他不需要跟外面的人接头。他的上家也在宗门里面。走吧。界碑原在此处，碎石已封存，需要的话可以调取查看。探墙，通过墙壁震动感知地下结构，这是体修手法。残留的灵力波动确实是天外天的气息，不过浓度很低。说明界碑在数天前被摧毁，跟萧宗主说的时间吻合。不过，碑体周围的灵力残留分布不太均匀，西北方向的浓度比其他方向高出2成，这说明界碑被毁时有大量灵力从西北方向涌入。西北方向是灵池，赵衍清偷取灵液灌入引灵纹，灵力的来源就是灵池。那接下来，我想去灵池看看。引灵纹还有残余吗？清了。昨晚我扫了3遍，主干道全断了，分支纹路也用烈性灵墨烧毁了。他能查到吗？不好说。灵气浓度比外面高了10倍不止，体内真气漩涡都在自发加速，这地方确实是块宝宝。灵液流失了多少？据估算，约1成。赵衍清偷取灵液的时间宽度约3个月，每次取量有限，发现后已经制止。灵脉探针，通天阁的招牌货，市面上买不到。老白，结果怎么样？灵脉主干完好，东南方向第3分支有淤塞迹象，不严重。但灵脉整体的灵力流速比标准值慢了1成5。原因？灵力被大量抽取后，灵脉自然恢复需要时间，照这个速度，完全恢复需要3到5年。有人为干预的痕迹吗？灵池底部有阵纹残留，浅层的阵纹被清除得很干净，但深层还有微弱的阵法编动，不是引灵纹，是另一种东西。灵池底部有天玄宗先辈布置的护脉阵法，用来防止灵脉溃散，那些波动应该是护脉阵的。数据采集完毕。萧宗主，勘察到此为止，我们需要1天时间整理数据，后天给您一份初步报告。想明白了，如果真是他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证据不够，我不会动手。师兄，你跟萧师兄相处几10年了，你觉得他是那种人吗？我觉得不是，但觉得不是跟事实不是，是两码事。那就去找事实，怎么找？通天阁后天出报告，报告里不管写什么，萧师兄都会给出回应，到时候就能知道他的立场。如果他的回复没问题呢，那最好；如果有问题呢？有问题的话，师兄，到时候拿人的事就得你来。对自己人动手，我从来没干过，我也没干过。但规矩是规矩，如果萧师兄真的站在天外东那边，那么不管他有什么苦衷，天玄宗1000多号人的命都比他重要。2天，给我2天时间准备。18岁的时候不知道，
修仙这条路上最难的事，从来不是打怪升级，而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，站在你对面的不是敌人，是自己人。楚师叔，顾师傅请你去议事殿。请我？不是请萧宗主？都请了，但顾师傅特意说了，让你一定到场。你顾师傅为什么特意叫我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顾师傅的想法我从来猜不到。不过老白跟顾师傅单独谈了很久，出来之后，顾师傅的脸色就不太对。人齐了，我长话短说。第一，天玄宗灵脉主干完好，但灵力流速下降1/5，预计3到5年恢复，这个不是大问题。第二，界碑虽然被毁，但天外天的空间壁障在本区域的厚度已经下降了40%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没有界碑，只要灵力波动足够强烈，空间壁阵仍有可能被撕裂。第三，灵池底部探测到非常回的阵法编动，波动特征与天外天的空间裂缝高度吻合。我的判断是，灵池底下还有一座界碑，或者一样功能等同于界碑的东西。灵池底下有第二座界碑，这个消息是真的被捅到了明面上。灵池底部的阵法波动，我们知道天玄宗先辈在灵池底部设有多重封锁，部分阵法斗的变动特征的确类似于空间类法器，这是因为灵池本身就建在一处先天空间节点上，也是灵脉汇聚于此的原因。解释得通，但最终还是取决于通天阁信不信。萧宗主的说法我记录在案，但作为联查的一部分，通天阁需要对灵池底部进行更深入的探查。如果确认只是先辈的封锁阵法，各方皆可安心；如果不是，灵池是天玄宗的核心禁地，绝不可能让外人碰。董长老，通天阁代表的可不是某一家宗门，如果天外烟的通道在天玄宗境内重新打开，影响的是整个修仙界。那也不能让你们挖我们的灵池。顾执事，灵池的探查可以进行，但需要附加2个条件。说。第一，探查由天玄宗和通天阁共实施，双方人员全程在场。第二，探查过程中获取的任何信息未经天玄宗同意，不得对外公开。第一条没问题，但第二条，如果探查结果涉及修仙界公共安全，通天阁有义务向各方通报，这一点不能让步。如果涉及公共安全，天元宗自会主动通报，无需通天阁代劳。最终两边各退一步，探查灵池底部的事定在3天后，由萧长青和顾西周共同主持。萧师兄，灵池底下的东西你事先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确定他在说真话还是假话。就像150年前，我也不确定师父是不是真的为我好，但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。好，萧师叔，宗主的命令。我就说2句话，不进门，站外面喊一声就走。赵峰在，破阵练了多少遍？左手420遍，右手开始练了，但还不太行。后天灵池有动静，不该你管的事别管，但如果有人来放你出去，别跟他走。为什么？你听我的就行，不管谁来，就说楚洛让你在里面待着，谁放你走你都别走。你为什么不让赵峰出来？灵池底下的东西起来的时候，赵峰会是第一个被利用的棋子。他是赵引清的儿子，赵纯的孙子，血脉关联。如果灵池底下那个东西跟界碑里那只眼睛是同一路中色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他认血？猜的，但我猜错了吗？他没法反驳，天外天的东西确实认血脉。这是前几天从集市上买回来的，原本打算给老母鸡做个装饰。专门封锁血脉共鸣的阵法，我在天外天里见过这种东西。当年在天外天深处，同门师兄弟临死前，身上的血突然开始沸腾，那是他们的血脉在被响应。我能活下来，
是因为九转混元诀的会改变修炼者的血脉属性。师父教我这门功法的时候没说过这一点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师父要的是27个血脉共鸣的祭品。我修了九转混元诀，血脉变了共鸣不了，所以我活了。赵峰的血脉是赵家的血，如果当年赵纯也被选中过，那赵峰可就危险了。这块木牌做好之后，得想办法带进禁闭房给赵峰。有这层阵纹挡着，血脉共鸣至少能被压制一部分。谁？楚洛，是我。过来坐。你在引灵纹上做的手脚，是谁教你的？不想说就算了。那我换个问题，灵池底下的东西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你来替通天阁问的？不，我替自己问的。我认识你师父，很多年前他找过通天阁，买了一批空间类法器的核心材料，那批材料足够造3座界碑。3座，北京1座，南疆1座，西域1座，全是他造的。你为什么告诉我？因为你师父拜托了我们一件事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他的弟子中有一个叫楚洛的来查这件事，就把这个交给他。洛儿，我所做的一切你不必原谅，但灵池底下的东西只有你能封住。九转第2转逆行。师父知道我还活着，甚至预见了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他给我留了后手。你是师父的什么人？我跟他做过一笔交易，内容保密，今天这块铁片送到就算结清了。你师父这个人做事大概有7成错，但剩下那3成。18岁和168岁，师父留给我的2样东西，前后差了150年，加在一起也没有半斤重。老东西。3天后，灵池底部的探查就要开始，我得在3天之内把九转混元诀的第2转搞明白。疯了！第1转你用了150年，第2转只要3天。确实疯了，但天外天那扇门可不会等我准备好才动。我是楚洛，来给里面那个送东西。小师叔，宗主的命令是……我不进去，你把这块木板递进去就行。这是什么？护身符，他爹跑了，他娘托我送的。你哪那么多问题？小师叔，别出来，木牌贴身放着，别拿下来。楚师叔，我……东西送到了，我走了。师叔，破阵那一式，我右手练到160遍了。你真要试？不试还能怎么办？逆行败的风险你清楚，反着灌真气，你想把自己炸成烟花？师父既然写了，就说明能练。你师父写的东西你也信？那我帮你盯着，一旦经脉有溃散的征兆，我立刻中断你的真气运行，代价是你丹窟底里至少损失3成真气。行。另外，逆行第2转如果跟你的血脉属性有关，那你师父当年教你九转混元渠的真正目的，可能不只是保你一命。我知道。逆转。楚洛，停手！第1次逆转就乱了真气节律，你真要把自己折在这里？我还能扛150年了，还是这副德行，越是走投无路，越是拼命，拦都拦不住。别再给我一些时间！你不要命了吗？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相公，你不准死！
不要命的疯子，刚才差一点你就死了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第二转逆行成了。你是为师最骄傲的弟子。